师跟猫猫狗狗沟通也算是通灵吗？跟猫猫狗狗，或者是说跟动物啊、植物跟矿石，那我们就要来开始分有机物的解读跟无机物的解读了。像是猫猫狗狗，它们本来就是有它们的灵魂，然后它们的意识，有它们自己的一个能量波动。我来先讲一件事情哦，我真的觉得之前呢，我们就遇过一个什么宠物沟通师啦，然后可以把动物啊，它的那个猫咪的解读、狗狗的解读啊，极其复杂的讲出来。我看之后我就觉得，他妈的真的是白痴啊，翻白眼。你知道那个动物的脑跟我们人脑是不同的结构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逻辑思考跟思维的纠结，可是很多的那些什么宠物沟通是根本都脑补，好不好？不要再脑补了，好不好？宠物的情感是非常直接而且干脆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妈的，哪有那么多？因为我很感谢妈妈的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那是人类的思维，不是狗狗猫猫的思维，好吗？他们单纯的很 OK。上次解读 Coco 拿的嘛？对。怎么了？就用人的思维去套，而且人的思维去套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他会带着他所有成长的历练带进去，我觉得会有投射的问题。上次有读到什么？你还记得吗？觉得Coco哪需要人陪啊？之前的另外一只猫 Tempo 走了，他会难过啊，会害怕啊。其实到这边我自己是觉得说，这就已经投入了对方解读者的情感了。还有一个是不喜欢市区的房子的能量，然后他觉得被干扰。那他比较喜欢山上大房子的能量，他觉得比较安心。但是其实，在你上次来我们山上去看的时候，是山上的能量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我觉得那它是基于什么样的解读出这样的解读？同时不喜欢市区的房子，他觉得被干扰，然后又觉得市区的房子是OK 的，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解读。最后我觉得会生气的点，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我要问的答案，结果变成是我根本不知道我需求被他带到哪里去了，整个就失焦掉了。而我想要得到答案的那个需求并没有被解决。很多宠物沟通师，或者说很多疗愈团体让我很愤怒的是这一个。其实狗狗猫猫这个算不算通灵？我不觉得它叫做通灵它就只是一个意识层面的交流而已。我觉得你不要说你去学宠物沟通，你只是先从你的宠物它的反应、它的表情，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它的一个需求了。好，譬如说我曾经有读取过，我有一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呢，她家里养了一只猫叫库玛，她在要离开这个人世之前呢，有常常在尿床。我是不晓得尿床这一趴，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已经走了。然后我就去读取库玛遗留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我要走了，然后我很感谢你，我很爱你。你知道他们在表达爱，你就会感觉到一团能量，一团很温暖、很 sweet 的能量，然后就是从你的心轮冒出来。他们没有爱，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爱，可是他对你如果是很信任的，他是很依赖你的，然后他是很为你，就是你会觉得说天哪，他怎么会这么为我着想？那其实对动物们来讲，那就是一个爱的能量。那我那时候就是感觉到，库玛想要对姐姐说，他说我那个时候会尿床，会尿尿，我不是故意的，我已经忍不住了，请你不要生气。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妹妹很难过，因为她觉得说她那时候好生气，还去弹她的鸡鸡，之后就心里面就知道说原来她是这么的不舒服，是这么的辛苦，可是她却因为当下因为造成我们的困扰，所以就会对孩子们进行一些小小的处罚。那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去对自己觉得愧疚或是难过，因为在那个当下我们的确造成了困扰，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去体谅、去感觉、去深深的感觉，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尿床，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很少
会真正的让我们的心去跟对方、跟宠物的心在一起。我们的浩浩，他的腊肠狗也很会到处尿尿。浩浩呢，他就去相应、去感觉他的腊肠狗到底有什么需求，然后浩浩就感觉到说，哦，原来他是要我陪他玩，或者是希望我能够常常在家，或者是希望能够多注意他。浩浩感觉到哦，他们家的腊肠有这些情绪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那他们家的狗狗最爱吃了，他只要多给它喜欢的食物，或是陪陪它，那其实狗狗它就不会用这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它的抗议，或是来表达它的需要，因为毕竟它跟我们没有办法说话，但是你可以透过它里面的一个感受，然后去深深的感觉。你要怎么去跟你的宠物去沟通？我觉得先从你对它的观察开始。所有的一切都要先从观察开始。我们的看其实是被大脑在掌控的看，我们是带着滤镜在看，我们极少真正的只是单纯的看，就是拿掉滤镜，拿掉投射，拿掉我们的滤网，拿掉我们个人的感觉，而是说你先观察你的宠物，你去观察它要吃的时候它是什么状态，它上厕所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它在跟你撒娇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你有先去好好的观察它吗？这是第一点。再来，如果你要跟它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连结，深呼吸，吐气，进入它。深呼吸，吐气，进入它，放松自己，把自己放空，然后深呼吸，吐气，进入到你的宠物。你会有一种心电感应，知道它的需要，而且宠物它不会像我们人脑这么多的复杂，这么多的思维，这么多的逻辑，它们很直接，要、不要、喜欢、讨厌。也许有一些更进阶的宠物，它们会有傲娇，可能想要在等待你，就是更进阶了。但是它们没有那种很复杂的想法。所以我发现到宠物沟通师会信誓旦旦的一直讲了很多巨细靡遗的细节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很翻白眼。请了解我们的脑，人类的脑跟狗狗的脑跟猫猫的脑跟众多生物的脑完全不在同一个象限上面。他们有他们自己很原始的一个本能，他们是非常本我的，肚子饿了就是要吃，生气了就是会搞破坏，然后要引起你注意的时候呢，就会去尿尿，或者是用别的一些你不喜欢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所以你有做到最基础的观察吗？这无需通灵哦，是一个最基础的察言观色。再来就是第二个阶段，才是一个深呼吸，放空自己，吐气进入。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启动你的松果体，你可以去看我们启动松果体的影片。启动了松果体之后呢，将你的意识放在心轮。然后放在心轮之后，再深呼吸，吐气，进入你的宠物，或是成为它。就譬如说，你看到一只鸟在飞，你深呼吸吐气，进入它，去感觉那个鸟在飞的感觉，你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翱翔的感觉。那前提就是要放下我，放下自我的感受，然后进入它。宠物之间的沟通是透过画面。他们不是用语言，所以你可以用语言去跟你的宠物沟通，一定是有经过一个内在翻译的过程。那最直接、最直效的方法就是用画面。我看着我们家的雪宝，然后我要去理解他要的是什么，那我就会进入他，深呼吸吐气，进入雪宝，然后感觉到说，哦，他觉得要我陪他玩。我进入它，我就会感觉到逗猫棒，他就觉得他先要你陪他玩，或是他就是用一种很萌、很萌、很萌的眼神看着你，眨呀眨，你就知道他现在就是要讨摸摸，再跟你去示好。这个是一个兼具观察跟一个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你愿意聆听跟全然的感受他就可以拥有的。那再来就是，有时候我会希望雪宝过来，雪宝过来嘛。然后我就会投一个荧幕，我会在我的额头投一个荧幕，然后想着他跑过来的模样，然后打入到他的身上，然后他就会停个1秒、2秒、3秒，忽然就啵啵啵啵啵就跑向我了。
它们是一个很画面的，你可以用你的脑传递画面的这个电波给它。那当然，这个也是需要你平常多静心，然后好好的去观察一切，去训练而来的。所以我会觉得宠物沟通不是通灵，它只是一个信息的交流，一个信息能量场的交流，而所有的信息都是电波。我们的脑会释放出电波，当然，宠物的脑也会释放出电波。当这个电波在交流的时候，你不是很强势的用自我去框架它，或者是投射它，而是让双方是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中去交流，去互相理解。所以这个跟通灵没有任何的关系哦。所以请在学习通灵宠物沟通，真正的来到一个中立的阅读，更全面全观，带着一个正确的知见的阅读。那请让自己的脑透过脑呼吸扩张、扩张再扩张，让你的心扩张、扩张再扩张。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去了解得更深。所以接下来讲一下，我们除了读取有机物，譬如说像花花草草就是有机物，那植物它身上也是会散发出一种波动能，它喜悦就是很开心，它缺水呢就是会萎缩不开心。那你就可以从这个波动能当中去了解到植物的需求，甚至植物很可爱，它是一个很愿意你把它摘走的哟。譬如说一朵花开得很美很美很美，然后它散发出蜜香，这个的蜜香其实这个能量的散播就是透过风元素散播得更远，去吸引到那些蝴蝶啦，还有那个蜜蜂来采蜜。当它完成了它这个阶段的授粉之后，那你可以征得它的同意，然后可以把它摘下来带回家。其实只要你征得他的同意，他是 OK 的。但如果他现在不想不同意的话，他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轻轻的能量，一种拒绝你的能量。那如果你够敏感一点的话，你就会知道，哦，他现在不想要我碰，那我不要碰就是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波动能跟能量的信息的交流。只要你常常把你的心放空，让你自己的松果体被启动，让你自己的滤镜跟投射放下，谁都能够去跟万事万物去做沟通的。那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无机物，矿石啊、水晶啊。有些水晶里面它本来就会住着小精灵啊，有小精灵住在里面。水晶它本身也会有它自己的意识，但它的意识跟我们人类的意识比较不一样哦。它的意识比较是存在，一个很单纯的存在，它会散发出来的一个波动跟波频。就像刚刚 before 我刚说的，譬如说花或者是果实，花经过授粉之后，或是果实成熟了，它本来就会很渴望自己被吃掉。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来到这个地球的使命，跟他成为一个果实，就是要被人类啦、熊啦、其他的生物或是鸟给吃掉。因为他们比我们还要清楚知道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们是很甘愿的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人类有很多的，譬如说匮乏的意识而养成的一些限制啦，或者是不想跟别人共享，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意识去框架了这些众生的意识。当你不再用你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的话，那很多东西都是会失真跟失焦的哟。去跟水晶要去沟通的话，你的心轮必须是扩展的，因为心轮的扩展是跟大地之母相应，而所有的矿石都是从大地之中被挖取出来的。所以当你是用一个容纳万事万物的心去体验万事万物，没有什么是你听不到，没有什么是你感受不到的。粗浅的来讲，通灵跟讯息的解读，乍看之下好像服务的物体不同，或是那个 object 不同，但是事实上归根究底都只是一个信息能量的解读而已。